那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科技蓝我们上一期讲了 OpenCloud 的搭建脚本安装，然后这一周来呢，我又在脚本里头加了很多实用的功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主要是帮大家把那个 Web UI， 有很多小伙伴说想搭出来，因为 Web UI 呢它没有那个安全认证，所以它一直被官方雪藏在 127.0.1 这个回环 IP下，你才能去访问。今天我们把它公布到公网，让大家去使用，所以有利有弊吧。为了图方便，或者说你暂时用一下，你可以去开启这样的一个域名访问模式。如果你是在本机你能访问这个回环 IP 的话，你能使用的话就不需要了。好，依然是这个博文，我们最初的脚本还是比较简单简陋的。接下来看到的依然是这行命令迭代以后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想必很多小伙伴已经用上了。那我们今天依然用徕卡云家的云服务器来跟大家做演示，他家有香港 CN2、韩国 ISP、日本 ISP、BGP 主要的海外区域，还有国内的江浙沪、广州等这些地方的云服务器。有买服务器需求的可以关注一波，登录到它的后台。然后他家还有独立服务器、游戏服务器，这边选日本 BGP。好，我们重装一个系统。我们来装一个大便。上回我们用的是乌邦图，这回照顾一下大便用户，选择已备份，这样的就重装系统了。他家重装系统是比较快的，也是比较方便的。这个地方呢是 SSH 连接的用户名，还有密码，还有端口号。它的 IP 在这个地方，我们点击复制。这边呢，点开 SSH 连接工具，我这边用的是 Telemuse， 你也可以去使用 Chatshell、Finishshell 这些主流的 SSH 工具。这边有个 New 新增，然后这个地方呢就配置你的服务器 IP， 然后这边给它起个名称，一个22的端口，然后 root 把刚才的密码填上，好，点击绿色的连接。第一次呢是需要确认的，这样呢我们就连接到了这台徕卡云的日本 BGP 的服务器上。那我们来运行我们刚才的一键脚本，来看一下 OpenCloud， 那就复制这一行命令，右键进来回车。第一次呢我们需要许可，选择 Y， 好，它会下一些组件。下载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当前是未安装状态，然后未运行，跟我们之前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多了很多功能，而且有很多功能增强了，所以这一个脚本呢可能是业界最全的 OpenCloud 的管理脚本。我们选择1先安装。依然走的是官方的这回我们用这个 NPM 来装，之前我们是走 Git 会有很多依赖的调整，所以我们现在又精简了，官方提供的就是 Git 的那种方式。那我这两天用这个 OpenCloud 做了一些小功能，然后我打算未来把这个开源，然后给大家，让大家可以快速去使用。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可以抓取新闻，然后用语音的方式播报 Edge 的这个原生的 TTS 来做语音合成。今天是2月6日，星期五，为您带来声音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等我调优好，然后多放几个新闻源，可以给大家分享了。然后大家只要在你的 OpenCloud 里头说帮我到这个地址拉一下这个功能，它就直接帮你部署上了。彰显大国格局与担当，可以做成 skill 吧技能。然后大家可以去安装使用，就不用每一次反复造轮子了。这个是我想要看到的。我可能做很多我认为实用的这种小功能，然后给到大家，然后大家可以进行去选择。未来也会出一期这样的技能篇我们可以出的东西会非常多。今天呢，我们主要讲 Web UI 的方面。到这一步呢，那我们就进入到它的一个安装向导，这边选择 Yes， 然后选择第一个。回车进来，我们依然选择 Open Router， 因为我有它这个录视频从来没有打码，很多人白嫖我的，之前硅基流动的直接几千块钱被人白嫖光了。Open Router 的这个网站这边呢，我现在有2个 key，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新的，好，点击复制粘贴回车，模型又可以在这边去选了。我最近在用这个 Kimi 2.5 还是非常强，而且价格还不错。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型大家选中就行了。回车，我们依然用 Telegram， 等以后飞书那边就是流程精简以后，我们再用飞书。官方呢还是非常照顾中国市场的，所以它这边是有飞书直接快速配置的我们今天还是 Telegram。
然后输入 Telegram 的 bot 的 key， 就是机器人的 key， 在你搜索栏依然搜索这个 boot father， 然后依然在这边弄个线，然后选择 new boot， 然后给它起个名字，下划线一定后面要带 boot， 这样呢是它识别的一个状态。当然现在已经被占用，那我们就大头2026。好了，那我们这个 key 就拿到了，然后邮件进来这块呢我们就跳过 skill， 我们跳过，然后让它进行一个安装。然后这边呢有个 UI 啊 Web UI， 我们可以 Open Web UI， 这块回车默认 Yes。可能官方脚本又改了一些什么，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过不去啊，过不去我们 Ctrl C 一下，然后让它跳过，因为我们该配置的都已经配置差不多了。好，这样呢我们启动一下，让它在后台运行。启动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接这个 Telegram 吧，先对接 Telegram， 我们选择7，这个对接码一般都是这样的格式的。好，我们找到这个 boot， 然后在这边点击，它就会给我们一个对接码，复制一下。好了，右键回车进来，这样呢就对接成功了。然后它应该就会待会儿回消息啊，这个 Kimi 其实回复还是非常快的。对接成功，我们看一下这个 Web UI 怎么操作。Web UI 我们选择13，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的 token 啊，因为它一定要带 token， 它这个 URL 才生效。你单纯的就是 IP 加端口是不行的，所以我们直接访问这个地址应该是能拼通的。然后我们 CURL 空格把这个 URL 复制进来，它是能出现 HTML 的网页的啊。我们依然可以用科技烂 APP， 然后114 OpenCloud 的代号在我这个应用市场里，然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快速进入了。进入以后我们再选择13。有很多小伙伴会反映说啊，你这个 OpenCloud 的脚本会感觉有点迟钝啊，这个你要去找官方，它的绝大部分官方命令都很卡。我想吐槽的一点，导致脚本因为都必须遵循官方的一个规范，所以我们都用了官方命令啊，添加一个域名。因为云服务器的话，它是有公网 IP 的啊，然后我们需要把域名解析到当前的这个 IP 上，我们可以试一下。我这边依然使用 Cloudflare 一个域名托管商，然后海外的基本上都在他家托管。好，我们随便选择这个 lion8881u.org 这块注意一下 SSLTLS， 然后概述这个地方我们先设置一下，把这个地方改成完全严格。调整好以后，我们选择 DNS 记录，这边我们添加一个 A 记录。A 记录是 IPv4 的记录啊，我们这边就可能叫 boot， 给它刚才莱卡云日本 BGP 的这个 IP 啊，关小云朵就不走 CDN， 直接走你的云服务器，国内会访问速度快一点。好，到这边呢，你就把 boot 输入进来，最终的结构是这样的，然后点击回车啊，这块我可能代码要优化一下，以后的话大家自动就输入这个端口号了。OpenCloud 的脚本写了好几百行，有点过分了啊。这块呢，我们是走的上面这个添加函数，添加函数是在这个位置。反带的话，这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以后你们就不用输入了啊，因为它之前变量找不到，它就会让你输入，大概是这样的。域名呢，我就走你们输入的域名就行。这块是我以前现成的函数啊，就是反向代理的函数，非常方便。好了，我们已经到这一步了啊！大家一转眼的功夫就已经反向代理好了，并且后面带对应的 token。我们访问一下 ，OK， 我们就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访问以后呢，它其实就帮我们录入了你这个 URL 的一个设备 ID。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点回车啊，不要着急点，现在我们再点回车，就再等一会儿。好了，它就会给我们一串这样的数字，我们直接右键填在这个地方。回车，这个都是官方流程，为了安全性，所以我们为了便利又让它这个安全性变得不那么安全了，然后我们就完成了，这样的就可以了。现在就2个 URL， 一个是本地的一个是域名地址。然后呢，这时候我们已经不用刷新了，它已经连通了，就相当于这个公网地址任何人都能访问，都能看到你跟他聊天聊什么内容。这我觉得是官方目前就没有想过把它暴露到公网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就不会再借助你
有没有机器人的概念了，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回它，就不需要借助那个 Telegram 啊或者飞书啊，它直接就相当于你本机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聊天，所有在聊天软件里说的，你在这边都能同步。刚才是在 Telegram 里头说了一个你好，那它这边全部都能同步进来，它不会反向同步，最终全都会归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看我在这边输入，它在这边其实就应该会同步，看到了吗？然后这个地方也说了，然后它还有很多，比方说我可以在这边调 agent， 也可以去调这个 skills， 你也可以去安装，所以日常管理起来可能有面板会稍微方便一点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当然都是英文版，其实没有脚本方便，你看你都要进行一个翻译。个人倾向呢，我不建议大家去开外网访问，所以呢，我这边呢是可以支持你去删掉这个 URL 的。啊，你就把你刚才这个域名输入进来，不带 HTTPS 就可以去删掉它了。添加起来也是非常方便，删除起来也是非常方便。这样删掉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暴露到公网了。啊，这是出于安全性的考虑。所以一般来讲呢，大家就用科技烂的这一个脚本，基本上你在面板里能操作的，在这个地方都能操作，而且都是中文的。我们先用的什么模型，对吧？我们选择5换模型。然后我们之前是比较简陋的，现在呢，我们是把官方所有提供的命令都会帮我们输出进来，并且会告诉我们当前你在使用哪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这块都带 yes 的，这些带 yes 都是你跟你 API key 有关系的，你都可以导入进来。那我们如果想换一个呢，我们换一个 Google 的，然后它也是带图像识别的啊，这边是文字加图像识别，这个呢就是单独的文字，然后这边是 token 的上限数量，是这样的一个。回到最底下，直接右键把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个模型有一个参照的话，会更加方便去切换模型啊，这比市面上的很多脚本啊切换模型都要方便太多。自动又回到这样的一个循环，然后我们这边呢选择0才是退出，然后我们还支持这个 API， 就比方说你有 DeepSeek 啊，有 Ollama 呀，还有硅基流动啊这些第三方的 API， 只要通用的 OpenAI 的这种规格，你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6来去添加。这个我们在上期是没有的，因为你叫机器人帮你添加是会浪费 token 的。烧 token 很奢侈，然后最好用脚本来完成，除非你是不差钱。给大家做个演示吧。模型用哪个模型 URL 你就可以输入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模型的端点，然后最后就是 API key 啊，输入它是不会显示的，但是它能输入进去，然后你就回车就能添加第三方的了。安装插件，选择8看一下。它就会把你所有当前可用的这些官方插件都给你列，已经安装了，哪些没安装，清晰一目了然。好，我们先安装了一个 Telegram， 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官方库里都有飞书的就可以了，输入 ID 就行了。然后这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一些简单的常用的一些范例。那我们把飞书放进来，然后它就自动去安装启动飞书了。那我们再刷新的时候，再回来的时候，飞书就已经装好了。看到了吗？飞书现在已经启动了，然后技能也是同理呀。技能我给大家也看一下啊，技能这是它所有的技能，这技能你去叫那个 AI 去帮你装也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去不懂的话可以去翻译一下，也可以用这些我帮大家做好的现成的这样的，可以摁右键把 GitHub 装啊，选择 Y。那可能之前有这样呢，我们的 GitHub 就已经装好了，就可以直接被你当前的 OpenCloud 去调用的这两个，一个装插件，一个装技能这个就非常简单了如果你觉得你的动手能力很强的话，直接选择10，这边呢你直接可以去改配置。好，这个配置向导呢，就是说如果你想依然走官方的那个向导然后再去配官方的那个 API 呀，或者接其他的聊天机器人，你都可以去使用这个。然后健康检查你也可以做一下，也都是官方的，这些都是官方命令现成的只不过把它们封装了一下这块做了一个安全检查，就是可以进行一些问题修复，然后让你不至于被篡改，或者这边是我们做了一个更新提醒，
就是一旦有新版本的话，它这边会变黄颜色，然后大家就会提醒大家，你就可以选择14，然后进行一个更新啊。这就是全套生态给大家带来的非常方便的 OpenCloud Linux 下管理及使用。就是那个 Web UI 呢，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去开，因为会被那些平台去扫啊，有人会去扫的。但是你偶尔去用一用，没有任何问题。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OpenCloud 更进阶的一些玩法啊，包括我们如何去开着我们这个 Web UI， 非常方便。直接能够用域名 HTTPS 的方式来访问，性能也是非常棒的。然后如果你真没有对接任何聊天工具的话，你就可以这样的去使用。建议大家如果本地有条件的话，在本地去使用。好了，那这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欢迎大家收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